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。BTC 是一种零和博弈游戏。2017年11月23日，比特币单价已经超过$8200，去年价格只有$600左右，涨了1366%，等于13倍。什么叫做零和博弈？赚钱的人和赔钱的人相加的总金额等于0，这就类似能量守恒定律一样，现金和财富等实体价值有一个守恒量。如果有人投资虚拟货币赚了100万，那么一定有赔了负100万，正加100万和负100万相加等于0。因为虚拟货币的内在价值等于0，在股市投资炒短线的人也是这样，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凭空增加大量现金，因为现金是守恒的量，类似质量守恒，不可能凭空增加。在一个封闭系统内，有人赚1块钱，一定会导致有人赔1块钱。所以有人如果说股市泡沫暴跌凭空消失了 XXXE，那是因为他不懂股市，财富从来就没有凭空消失掉，股市从来也没有蒸发，只是被转移了，只是散户的资金被转移了到了专业投资人和专业投资机构手上。那么你会说股价暴跌前和暴跌后总市值的确减少了啊，怎会没有凭空减少呢？所谓的总市值只不过是每股价格星号每股数量等于总市值。但是这个每股数量是一个守恒量，是一种存量的概念，但是市场上当下的流通量相比存量是非常微小的，而价格是被流量决定的，而不是存量决定的，也就是股市交割账户的资金依然是守恒量，只是散户的现金被转移到专业投资人身上。假设有100个人在股市里存100元，那总共就有100星号，100等于1万元资金，但是价格是由最后一个人购买的价格决定的边际价格。第一个人拿出100元购买数量 X 单位的股票，总共有100 X 等于流通量在市场上。第二个人拿出100元购买，愿意出 20% 的溢价购买，也就是说价格上涨了 20%， 但是他的100元只能购买1/100。2X 的数量因为价格上涨了，后来又上涨了 30%， 第三个人购买100元，他只能购买100 1.2星号 1.3星号 X 的数量，后来又上涨 50%， 第四个人购买100元，他只能购买100 1.2星号 1.3星号 1.5星号 X 的数量，到了第五个人手上又购买了100元。假设泡沫破掉了，但是这时候市场上的现金存量并没有减少，只是早期购买的人是以低价购买，价格会不断升高，只是流量造成的。最后一个人的边际购买力决定最后一棒价格。你可以看到第四个人当时已经远高于第一个购买者 1.2 星号 1.3 星号 1.5倍的价格在购买，但是他的同样的100元资金能够购买的购买量是比第一个人更少的，但是所有赚钱的人和赔钱的人相加等于0，这就是零和博弈的赌博游戏，所以总市值是虚拟的。以货币银行学或类似概念来分析，就会发现100元星号100人等于1万元现金，就好比是央行的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，那 1.2 和 1.3 倍 1.5 倍的追价，就好像货币乘数一样，把总市值给放大了。
这时候第一个购买的人大赚，第二个购买的人小赚，第三个购买的人小赔，第四、第五个购买的人大赔。把这5个人的现金相加，还是等于1万元没有消失。财富从来就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是被转移了。第三个购买的人小赔，第四、第五个购买的人大赔。把这5个人的现金相加，还是等于1万元没有消失。财富从来就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是被转移了。不断炒作比特币和类似的东西，最终会引来一个庞氏泡沫和骗局。引起金融风险，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，如金管会这类，会最终一定会出手监管。我不是说区块链技术没有价值，只是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看好区块链技术而购买比特币。那是因为比特币从10美元涨到8000美元，许多人想要进行投机造成的价格上涨。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庞氏泡沫骗局，会导致早期购买的人脱手之后大赚，而晚进入的人大赔。还有很重的第二点，比特币根本不是去中心化货币。因为区块链技术虽然早期能够在网络上分散式处理的方式，但一开始是用 CPU 挖矿，后来是用 GPU， 再后来用 FPGA 可程式逻辑电路，再到后来就变成效率更高的 ASIC 矿机来挖矿。这种专业设备根本不是 PC 和一般家用电脑能够负担，只能交由专业的公司来挖矿。而比特币矿池的 ASIC 大规模集中运算让风险变高。所以，比特币不是去中心化的货币，而是算力集中在大型挖矿企业中的集中式货币。再来是电力成本也不支持比特币在家用电脑中挖矿。许多国家的电能成本高，例如德国每度电 kWh 单价比冰岛高出10倍。这也会导致挖矿机最终出现规模经济和集中化趋势。即使是以太坊 ETH 并不是类似比特币以 SHA-256 算法处理，神更适合 GPU 挖矿。但是 ETH 最终在电力成本优势上也是无法与专业的矿商竞争。而人人都能生产，供给增加会降低货币的价格和供给量降低，这是由虚拟货币的算法决定的。但总算力增加就会减少货币供应，所以这最终还是一场极不公平零和博弈的游戏。